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他开始了作为神经学家的职业生涯，后来成为了心理分析领域的先锋人物。他提出，人们被无意识的欲望和受到压抑的记忆所驱使，通过谈话治疗来认识那些内驱力，可以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在大众心目中，他的影响力远超同僚。但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人性的认识真的正确吗？他所使用的方法真的科学吗？肃静，今天出庭作证的是父亲。不是的，法官大人，这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心理学史上最具开创性的学者之一，一个鼓吹伪科学理论的自大狂。到底哪个说法对？他解决了医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弗洛伊德的私人诊所接诊了当时身患歇斯底里症但得不到严肃对待的女性。从最初深陷抑郁的女性，到一战结束后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老兵，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使他们的症状都得到了改善，而且这种改善迫使医学界权威们承认，精神障碍并非凭空捏造的疾病。当然，他并非帮到所有病人。他深信我们的行为是由无意识的冲动和被压抑的记忆形成的。他编造了创伤幸存者行为背后毫无根据的无意识或非理性驱动因素，并造成了真正的伤害。怎么回事？他歪曲了自己一些最知名的研究案例，声称其疗法治愈了病人，而事实上病人病情恶化了。受其理论影响，后来的治疗师们又使病人们回忆那些未曾发生过的被压抑的童年受虐记忆，无数的生命和家庭因此分崩离析。你不能把后人们的过错怪罪在弗洛伊德头上，那是过度推测。他的许多思想即使未被误用，也是有害无益的。他将同性恋视为发育偏差。他还提出了阴茎腺疾的概念，一指女性由于没有阴茎而终身感到自卑难过。弗洛伊德是时代的产物，虽然有一些细节上的漏洞，但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供未来的科学家们探索、研究和建设。数百万计的人们所依赖的现代治疗技术，脱胎于他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如今，人人都知晓无意识的存在，一个弗洛伊德普及的概念。当代心理学家仅认同认知无意识，即一个人无法在某个特定时刻对周遭的全部事物产生意识。弗洛伊德对这一概念过度依赖，将所有事物都赋予深层意义。他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鄙视已落后的科学理念上，更别提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了。比如，他认为个体的心理是由古代重大事件造成的生物遗传演变而来。我指的古代是像冰河时期或摩西杀戮那么遥远。弗洛伊德和他最忠实的拥趸们相信，这些史前的创伤事件持续地影响着人类的心理。他认为，一个人在青春期表现出的性冷漠，也是源于冰河时期的影响。我们如何能严肃地看待提出如此荒诞设想之人？数世纪前的著名思想家都会提出在今天的标准下看来荒诞不经的猜想，然而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他们的影响力。弗洛伊德是能把多个学科的思想串联起来的创新者，他所提出的概念已经应用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了人们理解和谈论个人体验的方式。恋母情节、自我与本我、防御机制、死亡驱力，这些都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但弗洛伊德不认为自己是社会理论家，坚称自己的理论基于科学。你是说他避开了不利于自己的事实？弗洛伊德的理论具有不可证伪性。等等，你是说他没错？不，他的设想无法用实验证实。弗洛伊德甚至都不一定相信自己所兜售的精神分析理论。他对谈话治疗的效果也持悲观态度。什么？我想我得躺一会儿。弗洛伊德的许多想法与现代科学相悖，他的治疗实践也不符合今天的道德标准。但与此同时，他驱动了心理学和社会的变革，建立了一套用于谈论情绪的词汇。弗洛伊德的确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一个思考者应该对后人如何实践他们的想法负责吗？
当我们审视历史时，他们应该受到批判、嘉奖还是救赎呢？继续观看这段关于克里奥佩特拉的视频，对有争议的人物进行评判。她仍然是历史上其中一位最臭名昭著的女人。她只是老练的狐狸精，还是依靠自身实力的统治者？这由你判断。